有錢人家的孩子又怎么样？还不是被爸媽送到這裡。快刷！沈之夏，你父母來接你了。出去以後好好做人，不要再犯錯誤了。高考成績已經放榜，今日將在海城酒店舉行狀元宴，進行現場查分，公布今年海城市高考狀元得主。在裡面待了半年時間，連人都不會叫了嗎？上車！今天是為了慶祝婉瑤金榜題名，一家人都要在一起，不要給我們丟臉。跟你說話聽不見是嗎？才半年而已，甩臉色給誰看？你要是在裡面沒有待夠，就進去待一輩子。半年而已，你怎麼不讓林婉瑤進去當半年啊？你知道我這半年在裡面是怎麼過的嗎？夠了！要不是你把奶奶推下樓摔成植物人，我們又怎麼會把你送進這裡？這都是你該受的懲罰。奶奶，奶奶，奶奶，妈，沈之夏，你不是我吧？奶奶不是我推的，我说了。奶奶不是我推的，你们一个公司总裁，一個當紅影后，難道不知道指控人是要講證據的嗎？要什麼證據？這個家裡只有你最沒出息，不是你還能是誰？哎呀，好啦，你爸打你也是為了你好，畢竟你身上流着我們的血，是一家人，再不嚴加管教，你就徹底廢了。一家人？你們什麼時候把我當做過一家人？我不過就是一個害奶奶變成植物人的罪人罷了。從今以後，我沈之夏與你們恩斷義絕，再無瓜葛。站住！欲擒故縱的小伎倆而已，不用管他。參加婉瑤的狀元宴要緊，婉瑤為我們爭光，我們可不能遲到。行了吧，反正他才高二，狀元宴跟他有沒有關係？到時候別人問起來，你就當沒有這個女兒。上車。你們叫我參加狀元宴，不過是為了在外人面前維持一碗水端平的假象罷了。你所謂的家人，我不稀罕。之夏，之夏，到底是誰把你欺負成這樣？之夏，對不起，是爺爺讓你在外面受委屈了。爺爺，是我不好，對不起你和爸爸媽媽，我不應該回去認親的。10年前遊樂園那場地震，爸媽選擇了救下智商150的姐姐林婉瑤，媽媽抱走了從小長得漂亮的妹妹，只有我像個野孩子被他們隨意拋棄。好在沈家夫婦救下了我，並如珠如寶地養育了我10年，直到去年，親生父母才想起我，將我接回家來。之夏，這裡永遠是你的家，你想回來就隨時回來。丫頭，當年地震，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老天爺又讓我們遇到了你。這麼些年，我們早就把你當成親閨女，只要你願意，這個家永遠歡迎你。爸給你做你最喜歡吃的紅燒魚啊！爸媽，以後不管我走到哪裡，我都永遠是你們的女兒。哎，好，之夏呀，你要是受了委屈，就告訴爺爺，爺爺別的本事沒有，就是認識人多啊。
你在林家的那些事情，我們都知道了。你是從小我們看着長大的，那些事情，也絕對不是你做的。你放心，爺爺一定為你討回公道。爺爺，那都不重要。喂，是沈之夏同学吗？恭喜你，今年高考你考出了震惊全省的好成绩。我们省府代表整個海城市，邀請你和你的家人參加今晚在海城酒店舉辦的狀元宴。真的嗎？好，我一定和我家人準時參加。爸媽和爺爺辛苦養育了我15年，是時候該回報他了。爺爺，省府的人邀請我參加今晚的狀元宴，我想帶你還有爸爸媽媽一起去參加。什麼？狀元宴？之夏，你才上高2啊！自從我回到林家之後，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學習上面。早在去年的時候，我就已經跳到了高3。真的？那太好了！只有前10名的學生才有資格被省府親自邀請。你真是個天才呀！我們一家人今晚一定要替你撐腰啊！喂，之夏跳級高考還被金榜題名了，你們那些隱藏的身份都給我亮出來！今晚的狀元宴，我一定要為我的寶貝孫女討回公道。林總真是讓人羨慕，婉瑤是天才學霸，我看今晚的金榜題名必定有她的一份。客氣了，婉瑤在我的培養之下，確實越來越優秀了。這都是我爸爸傾盡資源培養我的功勞。下個月我就要去參加世界級的數學競賽了，是頂級學府邀請的。婉瑤是很不錯，不過星棉也是我們的驕傲。這是我上個月的作品，剛畫出來就被國外皇室開出1000萬價值的收藏。不愧是林總和徐影后精心培養出來的孩子，真是人中龍鳳。對了，我聽說你們還有一個女兒，一定也很不錯吧？各位，沈之夏因為把奶奶推下樓摔成了植物人，爸媽已經將她送進了懲教所。我想她以後可能連高考都參加不了。在那種地方能學到什麼？行了，都不提那個畜生了。我們這些年在他身上那麼多的投資，就當是做慈善了。從今往後，我林振東只有婉瑤和星棉2個女兒。不求上進，自甘墮落，成績還那麼差，他這樣的人不配做我們的女兒。是嗎？那希望徐影后和林總可要說話算話，不要反悔。我這樣去參加寶貝孫女的狀元宴，會不會太寒酸呢？董事長，您貴為沈氏集團的掌舵人，資產遍佈全球，無論穿什麼都配得上狀元宴。不，還不夠。海城是這麼寒酸的地方，能舉辦出什麼好的狀元宴呢？給我準備3份厚禮，我要讓我寶貝孫女的狀元宴成為有史以來最獨一無二的狀元宴。是。沈之夏，你怎麼來了？你不是說要和我們斷絕關係嗎？怎麼現在又跑來參加婉瑤的狀元宴？怎麼欲擒故縱的把戲玩不下去了？好了，婉瑤金榜題名，她以家人的身份想混進來見見世面，保安也不會攔。過來，給婉瑤道歉，我還可以給你一個重新回到我們身邊的機會。沈之夏，你怎麼提個破包就來我的狀元宴了？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對不起你呢。剛來就給我們丟臉，想做我的女兒就得有個精英的範兒，滾回去，換套行頭再來。婉瑤，這次的海外峰會對你的未來發展很有幫助。我要帶星棉去錄綜藝，你好好在家收拾衛生。爸媽，你們能不能帶我一起啊？那可是海外峰會，只有仙姐姐這種天才才有資格參加。你一個農村來的，去了能做什麼？我們走。星棉去參加綜藝是為了展現她的繪畫天賦，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学生，带你去是为了丢人吗？不是的，妈。林家富庶，我却只能吃馒头度过一日三餐，又哪里换你所谓的行头？林振东，你還真是眼冒喜下。第一，我從來就沒想過得到你們的認可。第二，我能裝行李的包只有這一個。少玩點顛倒黑白的伎倆。我是總裁，你媽是當紅影后，身為我們的女兒，你怎麼會沒錢買個包呢？林振東，你何時給過我1分錢？夫人好。我女兒金榜題名，立刻備下厚禮，去參加我女兒的狀元宴。是。夠了，你撒謊也要有個限度。雖然你品行低劣，身為我的女兒，我怎麼會連生活費都不給你？我現在就調出轉賬記錄。這，我的聯繫人裡怎麼沒有你？作為我的親生父親，從未給過親生女兒1分錢，甚至連聯繫方式都沒有。林總，您還當真是一位好父親？不可能！要真是這樣，你這1年高中怎麼度過來的？分明是在撒謊！我如何度過的？林總不應該心知不明。沈之夏，你居然在這裡撿垃圾！不是的，爸，我是在湊生活費呢。不說，我還求你那點生活費嗎？我看你就改不了從農村來的臭毛病，連這點便宜都要撿。不是的，爸。我不信你也是。以後你再敢出去丟人現眼，就跪下去！滾，把他轟走！王陽，我們走，去吃你喜歡的法餐。走。我要靠着撿垃圾去賺我自己的生活費，而看看林總你的寶貝天才女兒，動輒就是幾十萬的高定，10幾萬的名牌手錶。林總，您還當真偏愛你的寶貝天才女兒啊？那不一樣，萬瑤是我精心培養的學霸，好的資源當然要給她。你被窮人收養這麼多年，已經養廢了，再好的資源給你也是浪費。不愧是林總，連父愛都要算計得這麼清楚。爸，你別信他，就算你不給他零花錢，平日裡的生活費也夠他衣食無憂了。他就是想裝可憐博取同情，說不定他那些錢就藏在包包裡。沒錯，拿來。怎麼就這幾件衣服？媽，那些衣服好像是他剛來我們家穿的。哎，什麼？之夏越級參加高考，還請我去參加狀元宴？我就說嘛，之夏一定會出人頭地的。他這個親爹不認他，我這個養父認。教父，馬上出發，去我女兒的狀元宴。是。看清楚了嗎？沒有人給我錢買包，沒有人給我生活費，也沒有人給我零花錢。你沒錢不會說嗎？我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蛔蟲，還是說你想用這種自以為委屈的方法，讓我們覺得虧欠你？我曾經向您要過一筆參加研討會的費用，200元。說吧，什麼事？我下午還有一個會議要開。爸，學校要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報名費要
200塊錢。200塊？就为这点钱，你就专门跑到公司来呢？不是的，我给您打電話了，您沒接。我哪有時間接電話？哼，你又不是我一個人的女兒，先去找你媽，啊，給了我再給。爸，姐姐上一節課就要上萬塊錢，我只是想要200塊錢，去要一個可以改變我未來命運的機會。你為什麼一定要算這麼清楚呢？婉瑤可是智商高達150的天才，是未來的市狀元。你呢，被農村人養廢了。我投資你，能看到回報嗎？還改變你的未來？你的未來就是給我們丟臉。這沈之夏也太可憐了，這林總怎麼這樣，對自己的親生女兒都這麼狠？我之所以這樣，還不是因為你爛泥扶不上牆，要在上層社會立足，是要靠婉瑤這樣的頂級學霸和星棉這樣的天才畫家，你一個品行低劣的差等生，沒資格得到我們的重視。差等生？你們有去過我的學校嗎？我要培養星棉，我還要家裡劇組2頭跑，我沒有時間。去學校是要見老師的，你成績那麼差，我對不起那個人。那為什麼許星棉還有林婉瑤的成績連我的背影都追不上，你們卻可以去他的學校，去給他們參加家長會？你居然說婉瑤和星棉不如你，你怎麼會知道我給他們開家長會？難道你和他們是同一所學校？還要多久？今天是狀元宴，海城有名的人物都會到場，可能會交通堵塞，預計還要15分鐘才能抵達小姐的狀元宴。哼，我不管他們是什麼大人物，5分鐘內必須趕到我孫女的狀元宴。是。通知路面部隊，立刻開闢通道，立刻開闢通道。沈之夏，就算你和我是同一所學校，那又怎麼樣？你成績那麼差，去見你只會丟臉。而我不一樣。上次我們學校舉辦慈善募捐，我以我的人脈給學校籌資了10萬元的募捐資金。這是巴黎藝術學院的邀請函，請我去當交流生。不過我嫌含金量太低，就給拒絕了。林總的一對兒女真是天才啊！沈之夏跟他們比起來，確實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婉瑤和星棉上的可是海城最好的海城一中，我們能通過關係把你送進那個學校上學，就已經是對你最大的恩賜。你不懂感恩，還詆毀父母，你簡直是不可理喻。你憑什麼認定我是靠你的關係才進入海城一中？你又憑什麼確定我不如你的2個寶貝女兒？夠了！你要是成績好，又怎麼會品行低劣，把你奶奶推下樓，摔成植物人？什麼時候成績可以評價一個人的品行了？對，這就是你們所說的精英教育是吧？好啊，那我不妨告訴你們，我的高考成績是他李婉瑤高攀不起的存在。住嘴！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連沒上過學的小孩都知道，只有高3的學生才能參加高考。你一個高2的劣等生，憑什麼說你的高考成績比我好？看你那對窮酸養父母把你教育成什麼樣了，連高考常識都不知道，只會讓爸媽覺得丟人。說的都是事實，如果你們沒聽清的話，我可以再說一遍，我的成績是他李婉瑤高攀不起的存在。成績差還死要面子，品行低劣還冒充精英，你連給婉瑤提鞋都不配，是嗎？只怕你眼中的2個天才兒女連我手指都不如。歡迎各位高考學子和家長的到來，今年的狀元宴馬上開始。沈之夏，我勸你還是趕緊走吧，待會兒查分，你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畢竟野雞就是野雞，飛到金窩也變不了鳳凰。等成績出來了，就知道誰是野雞，誰是鳳凰，又是誰是真正的品性卑劣。各位，今年我們海城市殺出一匹黑馬，不僅獲得了市狀元，還打破了近10年以來的高考記錄，成為了全國狀元。這名同學就是林家
精心培养多年，教导出来的精英。林总，这说的肯定是婉瑶吧？真是为您争光啊！哎，分数没出来之前还不敢定论呢。不过婉瑶在我倾尽资源的培养之下，的確沒讓我失望，給我林家爭光了呀。我已經請專家給我估過分了，最起碼可以考700分。沈之夏，看到了吧？這就是精心培養和窮酸家庭出身的差別。你要有你姐姐一半的優秀，也不至於來參加狀元宴，還靠你姐姐的關係。爸爸這麼多年的投資，終於要看到回報了。瑤瑤，快去查分，別讓大家等久了。我的天，728分！林婉瑶是全市理科狀元，不愧是智商高達150的天才，比歷屆海城高考狀元分數都要高。沈之夏，看到了嗎？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728分啊，連我的車尾燈都追不上。你等等，剛剛說的是全國狀元，婉瑤是全市理科狀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全國狀元另有其人？走，參加我孫女的狀元宴。連婉瑤都不是全國狀元，那會是誰？沈之夏說他也是高3學生，難道他竟然有准考證？我舉報，他根本不是高3學生，他是在冒充考生擾亂會場。這位同學，冒充考生可是重罪。我沒有冒充考生，這是我的准考證，全國可查。你叫什麼名字？海城市第一中學高3學生沈之夏。到現在還在裝，我看你等會兒怎麼收場。哦，這裡真有沈同學的信息，我可以證明沈之夏同學的確是高3考生，而且已經參加高考。怎麼可能？他一個鄉下來的，怎麼會是高3考生？這位同學，難道你質疑高考系統的權威性嗎？我沒有，我只是太驚訝了。為什麼你生高3學生，我們卻不知道？那是因為你們從來就沒有關心過我的生活。早在我進入海城市第一中學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了跳級的資格。我同你們的女兒一樣，是高3學生，可以參加高考。跳級？海城一中可是海城最重點的中學，能獲得跳級資格的人鳳毛麟角，絕對是天才中的天才。難道沈之夏比林婉瑤還厲害？不可能！沈之夏，就算你能跳級參加高考，那又怎樣？你永遠都不可能超過我。你能跳級，證明你的基因不錯。這次沒考好，就再復讀1年，看在你的基因上，我可以網開一面，讓你重新回到我們身邊，繼續做我們的女兒。您就這麼確定我不如你女兒？夠了，沈之夏，你以為現在站出來就能證明你比我們更強了嗎？收起那點令人作嘔的伎倆，那樣只會更加得不到我們的原諒。野雞就是比不了鳳凰。你一個把奶奶推下樓摔成植物人，被送去懲教所反省的天生壞種，和婉瑤根本沒有可比性，趕緊滾！等成績出來了，您就知道誰是野雞，誰是鳳凰。真是丟死人了。745分，沈之夏是全國高考狀元。什麼？沈之夏是全國高考狀元？這怎麼可能？他一個靠我們關係才進入海城一中的人，怎麼可能考得比我還好？我看他根本就是抄的。一派胡言！你是在質疑高考的權威性嗎？我沒有，只是沈之夏他品行低劣，連親奶奶都能推下樓。他這種人，高考作弊怎麼做不出來？夠了！
李婉瑶同學，亏你还是市状元，沈之夏同学考的可是全国状元，成绩全国第一，这种含金量，他还能超谁？不让你超，你能超出一个全国状元出来吗？万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对沈之夏的高考成绩太惊讶了。你们要是真是关心沈之夏同学，就不会感到惊讶，而是感到高興才對呀。好了，之夏也是我们的女兒，她考上全國狀元也是為我們爭光，就不要再計較這麼多了。沈之夏同學，恭喜你打破了近10年來的高考記錄，我代表省府恭喜你！你不僅為我們海城爭光，更是為自己爭了一口氣。下面有請沈之夏同學上台發言。爸，憑什麼是他上台發言？站在上面的明明應該是我。好了好了，爸爸都答應你。之夏，你先不用上台發言了，把機會讓給你姐姐吧。你說什麼？沒看到婉瑤都不開心了嗎？還不快主動讓出機會討好她？這可是我們給你的機會，當然我們會從其他地方彌補你。這樣，婉瑤住過的房間我們也可以讓你住，婉瑤用過的那些包包你可以拿去背。那些可都是名牌包，你會很有面子的。還有零花錢，我每月給你500，不，1000，保證不會讓你再餓肚子。你是說，讓我一個全國高考狀元，把發言的機會讓給市狀元，讓我住他不住的，用他不用的，還美名其曰說是對我彌補虧欠。林正道，您這位當父親的，當真是慷慨啊！林總，這也太偏心了。沈之夏也是他女兒，還是全國狀元，過得還不如個傭人。夠了，沈之夏，你爸已經放低姿態跟你說話了，你就應該見好就收，不要再耍你的小姐脾氣了。我今天站在這裡，可不是靠我耍什麼小姐脾氣，而是靠我的成績實打實的考出來的。所以今天這個機會我不會給，更不會讓。哼，你一個農村出來的，要什麼機會？婉瑤從小心理脆弱，要是因為這件事情心情不好，影響未來的發展，你賠得起嗎？這心理脆弱嘛，就回家待着去啊，在這丟什麼人現什麼眼啊！沈之夏同學，你靠着自己的努力成為了全國的高考狀元，實在是我們海城市學子的楷模，也是我們海城的驕傲。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有請沈之夏同學發言。謝謝大家，我能有今天是要感謝我家人對我無私的付出。我的媽媽是一名普通的清潔工，爸爸是一名魚販，還有爺爺。他們雖然普通，但是卻省吃儉用的供我讀書。他們教我學會堅持，鼓勵我不要放棄。所以在今天，我也想跟他們說一句：爸爸媽媽爺爺，謝謝你們，你們永遠都是我最愛的家人。謝謝大家。沈之夏，你寧願感謝和你沒有半點血緣關係的養父養母，也不感謝自己的親生父母。你這10幾年書真是白讀了，你真是個沒有良心的白眼狼。第一，這10幾年的書是我養父養母辛辛苦苦供我讀出來的，我若是連他們都不感謝，那我才真是畜生不如。第二，我早已與你們斷絕關係，所以無論我感謝誰，都與你沒有任何關係吧。之夏，你就不要再口是心非了。我知道你這麼做只是為了得到我們的認可，只要你乖乖認錯，感謝爸媽的養育之恩，我們都還是一家人。可是你要是再胡鬧的話，爸媽就真的要生氣了。沒錯，我們已經給足了你面子，連你奶奶的事情我們都不追究了。你要是再敢玩這種欲擒故縱的把戲，我們林家就不是你這個女兒。林家不要，我們沈家要。林家不要，我們沈家要。爺爺，之夏，是爺爺來晚了，他們有沒有欺負你啊？爸爸媽媽呢？他們還有重要事情要辦，隨後就來。今天是你考上全國狀元的大日子，我們一家人都會為你撐腰。
是什麼人？今天是我女兒的狀元宴，誰讓你來的？有眼無珠的東西！你凭什麼打人？搬弄是非，打的就是你们！沈之夏，今天可是状元宴，你让这么一个老乞丐打你的亲生父母，你还有良心吗？你这种品行低劣、不忠不孝的逆女，根本不配站在这里。我的孙女品行低劣，我的孙女她不孝。10年前是谁把她丢到了游乐场，不管她的死活？又是谁把她接到林家后，又把她送到惩教所任人欺負？我的孙女考上了全国状元，又是谁厚着脸皮自詡说是一家人？你们从来没有把之夏当过自己的女兒，還處處的冤枉她、诋毀她。你們這種人配做她的父母嗎？這林家也太過分了！姐姐一個市狀元，穿的戴的都是名牌；妹妹一個全國狀元，就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就連上學的學費都是自己辛苦賺的。一碗水都端不平，還好意思說自己是父母？胡說！爸媽那麼對他，那是因為他做了壞事。他把奶奶推下樓，還冤枉說是我做的。之夏，你明知道爸媽這麼對你是因為你做了壞事，才對你嚴加管教，你怎麼能讓外人曲解爸媽呢？你這樣也太讓他們寒心了。我說過了，奶奶她不是我催的。我知道你是全國狀元，你不想讓那些往事被別人知道，那你就當做是我做的吧。我只求你不要胡鬧了好嗎？你們口口聲聲說是他推的人，那好，證據呢？婉瑤親口說的，還要什麼證據？婉瑤這麼好的孩子，難道還會撒謊嗎？那要是他說你媽是你推的，也該把你送到懲教所關半年。我承認，之夏回到林家後，我們是對他有些疏忽，但是絕對沒有到偏心的程度。再說了，他能考上全國狀元，還不是因為動用了我們的關係，才給他送到海城一中的。你將自己的成功歸咎於自己的努力，對爸媽的付出卻避可不提，你這是分明就是自私。沈之夏這樣做確實也說不過去，要是沒有林家，怎麼會有他的今？胡說！之夏有現在的成績，是他。說呀，怎麼不說了？知道沒臉，說不下去了是吧？沈之夏就是自私。好了，家醜不可外揚。沈之夏，你要是知錯能改，就和你的窮酸養父母一家徹底斷清關係，我們還可以原諒你。否則，我就收回你的一切資源。爺爺，您別擔心，我能進入海城一中是靠我自己成績足夠優秀，被特招進來的，而不是靠什麼關係。你就不要再說什麼大話了。海城一中的特招生，那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你一個農村出來的，要不是我們的關係，你怎麼可能讀那種高中？你以為自己是個全國高考狀元，就目中無人？要是沒有我林家的資源支持你，你屁都不是，連參加這個宴會的資格都沒有。你們憑什麼認為我是靠着你們才獲得今天的成功的？我的學籍就在海城，我是如何進入的海城一中，隨時可查。這沈之夏同學當年真的是以碾壓海城市一中的錄取線被特招進入的呀？什麼？聽到了嗎？我是靠着自己考進的海城一中，也是靠着我自己才得到了今天的全國狀元，和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怎麼可能？當初連我都沒有特招資格，他一個農村來的，怎麼可能做到？難道說他的智商真的比我高？之夏，這些年辛苦你了，什麼事兒都要靠你自己去爭取，是我們對不起你。你和爸爸媽媽為我付出這麼多，我一定要好好的回報你們。好，不愧是爺爺的好孫女，咱們不求人，靠自己。各位，今天在這裡，我要宣布一件事情，我和林家斷絕關係，從此以後一刀兩斷，再無瓜葛。斷親書？你這又是玩什麼伎倆？你不是口口聲聲說我不是你們的女兒嗎？今天只要你在這上面簽了字，你的願望立馬就能實現。不過，不是你們不要的我，而是我不要的你們。
沈之夏，你这不過是欲擒故縱的手段，你根本就没想断亲。收起你这些伎倆，看在你是全国高考状元的份上，我们还可以再給你一次機會，跪下來求我們原諒，我們還可以再接納。林正刀，你是不是腦子有病？算了，就算是沒有這份斷親書，我以後也不會再與你們林家有任何交集。爺爺，我走。哼，我不信你敢走。全國高考狀元很了不起嗎？離開林家，你將會失去優越的生活，失去我們女兒的身份。這些，你的窮酸養父母一家一輩子給不了你。我在沈家，的確是沒有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我有爸爸媽媽還有爺爺的關心，我每天過得都很開心。可是在林家，我能得到的只有忍飢挨餓，只有無盡的謾罵與隨意的指責。胡說！我還缺你那點生活費嗎？還有被你們冤枉送進懲教所，被人欺負。有錢人的孩子又怎麼樣？還不是被父母送到這裡了。他耍！我根本不想得到你們林家人的身份，也根本不想做你們的家人。你越說越過分了。他們那麼窮，能給你什麼？到時候只怕你連野雞大學都上不起。之夏，不管你的成績是好是差，是不是全国的状元，你永遠是爺爺的寶貝孫女。爺爺一定讓你讀最好的大學，將來出人頭地。看看，你就是跟這種人學會說大話的臭毛病，沒身份沒背景，還滿嘴跑火車。我們就不一樣了。看，這是我為這次狀元宴準備的禮物，每月10萬的生活費，4年大學一共480萬。這是海城大學旁邊的別墅，有管家伺候，有司機接送，不用跟那些底層人一起擠宿舍，價值500萬。這些加起來有上千萬，是那些窮酸農村人能給得了的嗎？你們的這些禮物是給之夏準備的嗎？你們給養在身邊的女兒準備了上千萬的禮物，可給被你們拋棄的之夏又準備了什麼呢？那還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之夏參加了高考，而且也不知道他能考上全國狀元。不過之夏為我們爭光，我們會彌補他的。沒錯，他從小跟着你們窮慣了，目光短淺，一下子過得太好，容易得意忘形。不過給婉瑤準備的那套別墅，我們也可以讓你搬進去住。爸，哎呀，反正那棟別墅還缺個傭人。之夏，你平時過去打掃打掃衛生，給婉瑤做做飯，我們還是可以讓你享受一下住豪華別墅的待遇的。婉瑤上學需要一輛豪車，她需要配個司機，我們就不用配了。你每天開着豪車接送婉瑤上下學，這樣在外人面前你有面子，我們也有面子。所以你們對我這麼好，是因為我全國狀元的身份可以讓你們在外人面前更有面子，是嗎？你怎麼能這麼說呢？這也是我們對你的愛呀。說的真好，讓我一個全國狀元去給一個市狀元當保姆當司機，這就是你們對我的愛啊！臨走許影後，你們的愛可真夠別致的。夠了，人要學會知足，這已經是我們最大的讓步了。你的窮爺爺能給你比這更好的生活嗎？是讓你去上野雞大學，還是讓你繼承了金母皇帝啊？哼哼，我來參加我寶貝孫女的狀元宴，當然有禮物了，拿上來，拿上來。沈家攜3重好禮，祝沈小姐金榜題名，上京別墅一座，祝沈小姐蟾宮折桂，已踏青雲第一步，雁塔題名，再攀書山萬丈峰。生物公司全部股份一份，祝沈小姐10年寒窗磨一劍，今朝出鞘見光華。全球限定跑車10輛，祝沈小姐御筆欽點冠群倫，春風從此不輕雲。上京別墅公司股份限定跑車，這隨便拿一份出來就不止1000萬呀！一口氣拿出來這麼多好禮，這沈之夏養父一家到底是什麼人呀？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沈之夏的賀禮恐怕價值遠超100倍不止啊！之夏，這些
这是爺爺給你準備的一些小禮物，一會兒你的爸媽就來了，還會有一份大的驚喜。不行，爺爺，這些禮物太貴重了，我不能收。哎，這只是爺爺的一點心意而已，真的不貴重。這些年呢，我們為了你專心的學習，給你隱瞞了許多身份，沒有告訴你。其實我們沈家是……這是什麼？難道你還想說你們是全球首富不成？行了，別演了，諸位，沈之夏的這個爺爺就是個騙子，那些禮物也都是假的。什麼？假的？沒錯，當初我們從鄉下把沈之夏接回來的時候，就已經做過調查，他的養父就是個魚販子，而他的養母就是個環衛工，而他這個爺爺就是個連低保都領不起的老廢物。我想起來了，他的養父一身的魚腥味兒，哎呀，惡心死了。他的養母一是髒兮兮的，我們都不敢進他們家的門兒。他們一家子都是底層的垃圾，怎麼送得起上京的別墅，還有那些貴重的禮物？所以那些東西都是假的。我媽媽的確是清潔工，我爸爸是魚販，可他們用雙手養育了我，在我的心裡，他們就是最好的爸爸媽媽。之夏，是他們有眼無珠，爺爺送你的這些東西啊。不管你送的是什麼禮物，只要是你送的，在我心裡都是无價之寶。還無價之寶？我看那就是丟人現眼。你自己品行低劣也就算了，還讓這個窮爺爺跑出來裝有錢人，還上京別墅、限量跑車。我怎麼會有你這種女兒？之夏，姐姐知道你從小被窮人收養，眼光低，我就不一樣了。從小跟着爸爸去參加各種海外峰會，見多識廣，才不會拿這種假貨出來騙大家。婉瑤，你怎麼能跟他這種人比呢？雖然他是全國高考狀元，但是畢業後還不是要給我們這些人打工，就不一樣了。雖然只是市狀元，但是你在金融方面有極高的金融天賦，10歲的時候就靠着炒股賺了100萬，可不是他這種讀死書的人能比的。爸，你這樣說會傷了之夏自尊的。你們就這麼確定我不如你們的女兒？你說什麼？難道你還想說你的金融天賦比婉瑤還強？沒錯，我不僅是高考成績比她林婉瑤強，我的金融天賦更是可以碾壓她。沈之夏，我姐姐從小跟着爸爸學習金融知識，10歲能炒股，15歲能幫着爸爸管理公司。你覺得你一個農村來的能比得過她嗎？之夏，我勸你做人還是腳踏實地的好，這些可不是用一些道具就能騙過大家的。裝有錢人被我們拆穿了，你就想用這種攀比的方式引起我們的重視。沈之夏，收起你那點小心思，你這樣只會讓我們更加看不起你。當初我說我的成績比他林婉瑤強，你們不信，可事實呢？如今我又說我的金融天賦可以碾壓他，你們還是不信，就不怕到最後打的是自己的臉嗎？哼，說那麼多有什麼用？證據呢？爸，你還是別為難之夏。這是我半年前購買的新源科技股票，當時它還是一只暴跌股，如今已經翻了10幾倍，讓我足足賺了上千萬。新源科技那可是冷門中的冷門啊！林小姐敢選它，還賺了上千萬，這金融天賦太強了，簡直了！看見了吧，這就是上層人的成功準則，不是你一個高考狀元可以比的。這只股票當然會漲了，因為這只股票是我選的，而他林婉瑤能做的就是剽竊了我的投資創意。你居然說婉瑤竊取你的投資計劃，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我當然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了，而且我還有證據。閉嘴！不要以為你是全國高考狀元就可以信口開河，區區一個狀元的含金量跟這種投資天才根本沒有可比性。這種伎倆我們見多了，不如姐姐就誣陷姐姐，就跟上次誣陷姐姐害奶奶成為植物人一樣。姐姐，你說是吧？是啊，他如果真的是炒股天才，又怎麼會要靠撿垃圾來交學費呢？那是因為
你们的父親從來沒給過我1分撫養費，我只能靠着撿垃圾，靠着給別人當家教來湊我的學費。而我之所以買新源股票這隻股，是因為我想攢一筆錢，好徹底的脫離你們。真是越說越離譜了。證據呢？沒有證據，還不是你想怎麼說都行。知縣，沒關係，爺爺相信你。已經無所謂了，因為新源科技這隻股票馬上就要跌了。你要想得到我們的認可，就要拿出實力，證明自己比你姐優秀，而不是在這裡打腫臉充胖子。這沈之夏也真是的，以為自己是個全國狀元，就可以比肩林婉瑤這種金融天才了。這就是農村人培養出來的性格，有點成績就目中無人，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林婉瑤，你也這麼覺得嗎？是又怎樣？你難道忘記了當初你是怎麼從我手上搶走我的投資計劃的嗎？這是我的，想不到你一個農村來的還有這種眼光。這份投資計劃是我的了，這是我的，你還給我！要是讓爸媽知道你不好好學習，背着他們偷偷搞這種東西，你說他們會不會把你趕出去？什麼投資計劃書？我怎麼不知道？爸媽，你們相信我。爸爸相信你，他一個被窮酸家庭收養的廢物，怎麼可能會懂得這些呢？看在曾經是一家人的身份上，我好心提醒你一句，現在立馬把這隻股票拋出去，不然待會兒可是會虧得血本無歸。你說跌就跌，真以為自己是炒股天才？看見了嗎？這隻股票明明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它跌了嗎？今天要是沒跌，就說明這一切都是你在撒謊，你就必須跪下來給婉瑤道歉。那是不是只要知夏預測對了，就證明知夏的金融天賦比你女兒強，你的女兒剽竊了知夏的金融計劃？根本沒有這種可能。5、4、3、2、1。新源科技的股票真的跌了？什麼？怎麼可能？婉瑤，這隻股票你買了半年，不是一直在漲嗎？我不知道啊，我看它還在漲，我就又投了1000萬。什麼？快拋呀！拋不掉了，這隻股票呈斷崖式下跌，好像還沒人接盤，我被套牢了。你不是說你是金融天才嗎？怎麼知夏半年前能看出來的東西，你怎麼看不出來呀？難道沈之夏說的都是真的？是林婉瑤剽竊了他的投資計劃？那豈不是說沈之夏才是真正的金融天才？不但是全國高考狀元，還是金融天才，這簡直全面碾壓了林婉瑤啊！不可能，婉瑤是我一手培養起來的天才，還跟着我參加了那麼多的金融峰會，而你只是農村出來的廢物，絕對不可能超過他。事實勝於雄辯，你用盡一切資源培養出來的女兒，就是不如我這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你閉嘴！剛剛都只是巧合而已，還在努力刷題的時候，我就已經去國外學習最先進的金融知識。我爸爸為了培養我，每年都投資上千萬，連我的一根頭髮絲兒都比不過。我本來呢還想給你留一些面子，現在看來是沒有必要了。各位，林婉瑤不僅剽竊了我的投資計劃，就連她高考的成績也是作弊得來的。她根本就不是什麼高智商的天才，從小到大，她所有的考試靠的都是打小抄。怎麼可能？婉瑤是公認的天才，她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樣？媽，她就是嫉妒我，所以才誣陷我的。從她到這個家開始，就處處看我不順眼。之夏，我不知道我到底哪裡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情。如果有，你打我罵我也好，我只求你，求你不要再說這種謊話了，不然爸媽真的會不要你的。婉瑤別怕，你和星棉都是媽的好女兒，只要有媽在，就不允許任何人污衊你。沒錯，僅僅一次巧合證明不了什麼，以你撒謊成性，把奶奶害成植物人的性子，什麼做不出來，我們根本不會相信你的。你們對自己的女兒還真是有自信。林婉瑤，你在考場上將全部精力放在打小抄上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我就坐在你身後啊？怎麼？害怕了？
难道沈之夏说的都是真的？到现在，沈之夏说的最后都证明是真的。难道林婉瑶真的高考作弊了？那样品行低劣的就不是沈之夏，而是林婉瑶。胡说！我才没有害怕，我刚刚就是没站稳而已。爸，你要相信我。爸爸当然相信你，你是我花重金培养出来的天才，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些不过是他为了跟你攀比捏造出来的谣言罢了。这种事他以前经常做。他林婉瑶污蔑我的时候，你毫不犹豫的就相信，而如今我说的都是事實，你却觉得我在說謊。林振东，你這個父親當的還真是誠實。你少在這陰陽怪氣的，你弄出這麼多事兒，不就為了證明你比婉瑤強嗎？沈之夏，收起你那點齷齪的小心思。婉瑤可是智商高達150的天才，就算發揮失常，沒考上全國狀元，也不至於去作弊。我舉報，他污蔑我。沈同學，雖然你是高考狀元，可是如果沒有證據就說林婉瑤同學高考作弊，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說的是不是真的？查一下考場的監控，就能立馬知曉。查監控？當初林家沒有監控，你便可以污蔑是我推倒的奶奶。可如今高考現場布滿了監控，我看你還如何抵賴？哼，真金不怕火煉。婉瑤，讓他查，等他還你清白，我就把他送進懲教所，關上半年，好好給你出氣。婉瑤別怕，爸爸媽媽都在，我們會一直保護着你。沈之夏，如果有證據能證明你撒謊，你又該怎麼辦？我若是說謊了，便自願放棄全國高考狀元的身份，自願進入懲教所。可若是證明他林婉瑤作弊，那就依照法律，該怎麼罰就怎麼罰。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培養出來的女兒絕對不會做那種事，就等她回懲教所好好改造吧。哎，婉瑤，怎麼了？沒什麼，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好，有點頭暈。沈之夏，看看你幹的好事，拿燕窩湯。你們對林婉瑤的愛無微不至，就連參加狀元年都會提前準備好燕窩湯，可對我這個親生女兒卻像個仇人。不過一切都不重要了，狀元年過後，我就和你們徹底沒了關係。我要實名舉報林婉瑤高考作弊，我要求立刻調出考場監控。我做的這麼隱秘，監控應該不會拍到，千萬不要發現我，千萬不要。這高考監控屬於高度機密，我無權調取。之夏，我根本就沒有作弊，你為什麼要處處針對我？你也是我的親生妹妹，你這樣我真的很難過。好了好了，你是清白的，你永遠都是爸媽心目中最好的女兒。沈之夏，還站在那裡幹什麼？快過來，給婉瑤道歉。我沒有做錯，我為什麼要道歉？爸，不要怪之夏了，要怪就都怪我吧，都怪我太優秀了，才讓他嫉妒。之夏，如果因為我的存在讓你感受到了威脅，我也可以走的，反正我一個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啊，那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呀？沈之夏，是你污蔑婉瑤高考作弊，現在還她清白了，你還在欺負她，是誰給你的膽子？立刻馬上跪下來給婉瑤道歉。沈之夏太過分了，就算他是全國高考狀元，也不能隨意污蔑人。連自己的親姐姐都栽贓，這種人是怎麼考上全國狀元的？爸，道歉就算了。我記得之夏說過，如果是他說謊，他就自願放棄全國高考狀元的身份，並且把自己送進懲教所。雖然我不忍心，但是爸媽從小就教育我們，做人要言出必行，所以請你履行諾言吧。來人，把這個逆女送去懲教所，我看誰敢！我是看着他從小長大的，他絕對不會說謊。都到這個時候了，你還在護着他，你這樣不是在幫他，而是在害他。他就是被你這樣的農村人收養，現在才會變得這麼無法無天、目無法紀。沈之夏，本來還想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回到林家，現在看來對你實在太寬容了。第一，爺爺是我的家人，你沒有權利指責他。第二，現在只是無權查看監控，並不能證明他林婉瑤是無罪的。爸，我都這樣證明自己了，
知夏為什麼還是不願意放過我？是不是我哪裡做的不夠好？我發誓，我一定改。只求你不要再这樣冤枉我了。我提議，現在就把沈之夏送去懲教所改造半年。半年，時間太短了，不足以讓他改正。我看先關1年吧。之夏，你也不要怪爸爸媽媽，這也是為了你好。沈之夏同學，你无端指控市状元，按照法律，应該送到惩教所严懲，你好自为之吧。你们。还有他那个爷爷帮着他扰乱状元会现场，也该受到惩罰。你们干什么？放下我孙女！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放开我！林婉瑶就是作弊的那个。到現在為止還不知悔改，那就給我把他們打到知錯為止。我就當還有他這個女兒。你們要幹什麼？誰打我女兒？媽，之夏。你們沒事吧？沈之夏，先是你的爺爺，現在是你的養母，你們這家子窮鬼，今天非要把這狀元宴叫黃才甘心嗎？沈之夏同學，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如果縱容你的家人，繼續再這樣胡鬧下去，對你的懲罰只會更重。保安，快把這一家子人快點給我轟走！今天是我女兒的狀元宴，我看誰敢撒野！這是高考當天的監控錄像，可以證明我女兒沒有說謊，作弊的人就是林婉瑤。直接調取高考的監控記錄，沈之夏的養母到底是什麼來頭？這位女士，你到底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這不重要，你們只需要知道我是沈之夏的母親，有我在，就沒人可以欺負她。她能是什麼人？之夏，別讓你的養母再在這裡繼續演戲。那個 U 盤一看就是偽造，把它給我。你敢傷我女兒？你怎麼膽識？打是人嗎？你什麼你？我什麼我？就是你冤枉我女兒，害她在懲教所受了半年的委屈。你女兒懂事孝順，不跟你計較。我這個當母親的可沒那麼好說話，沒那麼好說話。爸媽，你放開我女兒！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那你們又知道我是誰嗎？奇怪，沈之夏的養母為什麼這麼眼熟？好像在哪見過。我舉報這個農村來的女人毆打市狀元，簡直沒把狀元宴放在眼裡。你們馬上把她抓起來！這位女士，擾亂狀元宴可是重罪，不管你是什麼身份，都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媽，算了，為了這種人，根本都不值得的。都是媽媽不好，讓你在林家受了這麼多年的委屈，現在媽媽就為你討回公道。我手裡這個 U 盤，裡面是林婉瑤高考作弊的監控錄像，這就是證據。我沒有，你這是誣陷，就連省府都沒有資格調遣監控，你一個清潔工怎麼可能得到？肯定是假的。你以為隨便拿 U 盤出來就想誣陷我的女兒？縱然婉瑤的金融天賦遜色一點，但她是智商高達150，是不爭的事實。她高考作弊，我們根本不會信。我看她就是裝裝樣子，其實裡面根本什麼都沒。而且像婉瑤這樣的天才，如果都要作弊的話，那麼普通的考生怎麼辦呀？交白卷嗎？沒錯，你不是說我女兒高考作弊嗎？還站在這幹什麼？把 U 盤插上去啊！怎麼不敢啦？趕緊的呀！媽，既然他們求着我們打臉，那我們就成全他們。我決定當場播放錄像。怎麼樣？裡面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啊？一群跳梁小丑。沈之夏沒有說謊，林婉瑤真的高考作弊。什麼？什麼？婉瑤，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智商150嗎？怎麼會作弊？
你可是市状元呢！怎么会？他怎么可能有视频？看来沈之夏说的都是真的，智商150是假的，金融天赋是假的，就连市状元也是假的。看来我们真是误会沈之夏了，真正人品低劣的是林婉瑶才对。林婉瑶，你竟然真的敢在高考现场作弊，你知不知道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且我们整个海城市都要跟着你把脸面丢尽了。这种人就应该送进惩教所，严加管教。爸，我承认我之前的成绩都是靠作弊得来的，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啊，爸。什么？林婉瑶不仅高考作弊，就连以前的成绩都是作弊得来的。什么高智商学霸，都是骗人的。起开！我没想到你之前的那些都是你包装出来的人设，陪我这么多年，本社投入那么多心血，我的臉都被你給丟盡了。爸，你不是最喜歡我的嗎？你抱抱我。給我閉嘴！還嫌不夠丟人嗎？我沒你這個女兒，我沒你這個女兒。諸位，林婉瑤高考作弊的事，我也是現在才知道。還有她以前那些包裝的人設，跟我都沒有關係，我毫不知情啊。有用的時候便是自己的寶貝女兒，沒用的時候便是毫不知情，一腳踹開。媽，這林總當真是位好父親。媽，你不是以後嗎？你人脈那麼廣，你一定要幫幫我，我不想坐牢。這些年，都是你爸在為你負責，我一直在培養青年，我跟你沒有關係的，你說是吧，青年？林婉瑤，我之前的確把你當做我的榜樣，但那是因為你是天才，是我們全家的驕傲。可這一切都是你靠作弊得來的，你這種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姐姐。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可以不管不顧，你們林家還真是有情有義啊！你少在這說風涼話，這是我們自己家的事，和您外人有什麼關係？奇怪，這人的說話方式總給我一種在哪兒見過的感覺，可是我為什麼一點都想不起來？之夏，爸爸知道錯了，都是爸爸聽了林婉瑤這個逆女的話，錯怪你了。以後爸爸一定好好對你啊！這樣，林婉瑤以前享受的待遇，爸爸通通給你，還會給你最好的資源培養你。以你的智商和金融天賦，一定可以成為林家的驕傲的。謝謝林總的好意，不過我不需要。林振東，我之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與你們林家一刀兩斷，以後你們林家是死是活，和我沒有一分錢的關係。之夏，沈之夏，你爸給你台階下，你見好就收就是了，你為什麼還要擺出這副樣子？難道你真的要跟你這個窮酸的養母，還有那個爺爺過一輩子？再說了，就算你成績再好，天賦再好，那又怎麼樣？還不是因為你害得奶奶成了植物人？我們能原諒你，是因為我們大度，你就不要再耍你的小孩子脾氣了。之夏，媽媽相信你。沒關係吧，不重要，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你過去了，媽媽沒過去，我不能就這麼看着他們冤枉你。接下來，媽媽就為你討回第一個公道。我想知道高考作弊該怎麼處理。取消高考成績，3年內禁止參加高考，鑑於林婉瑤作弊情節惡劣，還需送往懲教所懲教半年。不行，那我的前途就毀了。我是市狀元，我是金融天才，我還有大好的前途，你們不能這麼對我。你的所有光環全都是抄襲得來的，如果你這樣的人都配當市狀元的話，那些努力讀書的學子還談什麼公平？沈之夏同學，我要代表海城市感謝你和你的母親，如果不是你們揪出了這個高考作弊的蛀蟲，我們海城市就要在全國面前出洋相了。不過，這位女士，您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連考場的監控記錄就能調取？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違法必究，還請將林婉瑤送進懲戒所。當然，來人！
爸，救我！我要是进去了，你面子上也不好过，救我啊，爸！哎呀，之夏，我知道是林婉瑶这个逆女对不起你，不过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家人的份上，再给她一次机会啊？现在想起来是一家人了，当初把我送进惩教所，让我受人欺負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来是一家人呢？你又何曾給過我一次機會呢？不過我現在倒是可以不將他送進懲教所。真的嗎，之夏？謝謝你，我就知道你還當我們是一家人。因為要送進懲教所的不止你，還有他許星眠。沈之夏這是要開始向林家復仇了？沈之夏，你可不要太過分了！你別以為你是全國狀元就能恣意栽贓，我們星眠可是品學兼優的繪畫天才，你有什麼資格攀咬他？你說是吧，星眠？星眠，星眠，我的之夏不會血口噴人，他這樣說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想起來在哪見過你了。我知道你就是最近被天創集團所看中的天才畫家。那幅被外國皇室所收藏的畫，就是天創集團為了捧你出道而出售的。董事長，許星眠來了。你就是最近人氣很火爆的天才畫家。董事長過譽了，我只是運氣好而已，不敢稱自己是天才。不用那麼緊張。天創國際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帝國，董事長您身份尊貴，你是不是還有個姐姐叫沈之夏？是的，她是從鄉下來的，沒見過什麼世面。要是知道董事長您能提起她，肯定會感覺榮幸之至。好了，你先下去吧。你的那幅畫我們會通過天創集團為你宣傳，以後繼續努力。謝謝董事長，謝謝董事長。董事長，這個許星眠看着有些人品欠佳，你用天創國際宣傳他的話，會不會有些不妥？畢竟是之夏的親妹妹，只要能帶之夏好，一個天才畫家的名頭，我們天創國際還是給得起的。你是？我想起來了，你是天創國際樓下那個掃地大媽。看來是我在公司喬裝私寶，被他看見誤會了。這有什麼好驚訝的？之前我們接之夏回家的時候，他不就穿的那身保潔服嗎？一個農村人到城裡來幹掃地大媽的活，也算是晉升了吧？哼，我還以為你有什麼高貴身份呢，一個天創國際的清潔工，還真把自己當人物了。胡說！你們知不知道我的兒媳婦是……爺爺，沒關係的，不用跟這種人計較。不管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她都是靠自己勤奮的雙手將我養大，所以在我心裡就是最偉大的媽媽。媽媽知道你心疼媽媽，媽媽保證一定不會再讓你受委屈。之夏，你這個便宜媽這麼裝有意思嗎？她之所以能拿到監控視頻，還不是因為今天是狀元宴，上面的人看在你是全國狀元的身份上，才會給她這個面子。沒錯，你現在和他們斷絕關係。我們還是一家人，我可以給你最好的資源培養你，讓你成為所有人眼中的翹楚。否則，你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什麼都得不到。你們林家能給的，我們沈家也能給得起；你們林家不能給的，我們沈家更能給得起，而且只會是讓你望塵莫及的存在。他說什麼？他在跟我們比底蘊？你們這些窮酸的農村人能給他什麼好的資源？星眠在我的培養下能成為天才畫家，如果之夏也交給我來培養，即便將來不如星眠，那也能在上層社會嶄露頭角。這些你能做到嗎？憑什麼你來培養？之夏那也是我的女兒，必須由我親自培養。之夏沒有展露天賦的時候，你們對她避之不及，棄如敝履。現在她一鳴驚人，你們倒爭着要培養，你們這到底是愛還是生意啊？我們是看在他有天賦的份上才對他寬容的。沈之夏，你真的要為了一個外人而放棄你的大好前途嗎？我們可都是為了你好。徐影後不愧是影後，演着演着自己都入戲了吧？
與其說是看中我的天賦，不如說是看中我的身份，可以讓你們在外人面前更有面子。我說的对吗？我现在是全国状元，是金融天才，有了这个身份，我便是你们争着抢着要的女儿。没有这個身份，我就是罪人。你們這種人根本就不配做我的父母。這是上層社會的生存法則，教育當然講究投資和回報了。再說了，你能成功不是因為你厲害，而是因為你繼承了我們的基因，所以你現在有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給你的。你要是和他們斷絕關係，我就會像培養星棉一樣聘請最好的老師，否則你就是再有天賦，沒有名師指導，也是廢物一個。之夏，這些年一直讓你跟着我們過苦日子，媽媽虧欠你太多，只要你願意，媽媽也可以給你請更好的老師。沒錯，以我們家之夏的能力，他們連抬頭仰望你的資格都沒有。爺爺媽媽，你們為我付出的已經夠多了，我想憑着自己的努力，我也可以出人頭地的。看到了吧，你們說的連他自己都不信。就在最近，我們家星棉成功的得到了一位被大佬收徒的機會，那可是藝術家的活化石，這就是資源的力量。藝術界的活化石？難道？沒錯，就是那位大佬，白老。白老可是最頂級的藝術家，如今那些頂級的畫家可都是他的學生啊。聽說白老年事已高，已經不再收徒，沒想到徐影后竟然能有這樣的機會，能有這樣的父母，簡直做夢都要笑醒啊！只是一個機會而已，收不收徒還不一定呢。是嗎？我現在就讓你徹底看清楚你跟我之間的差距。我現在就給白老打電話，讓他親自來。這真的假的？哈，沈先生，說吧，找我什麼事兒？沈先生，老朽前來是為了知夏小姐的繪畫天賦，老朽斗膽想收她做我的關門弟子。知夏小姐的繪畫天賦極高，將來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還請沈先生成全。知夏從小就很有自體的選擇，只要他喜歡，在這個當爸是無條件支持。他就在這附近，你可以親自去找，只要他願意，我可以給你。謝謝沈先生，謝謝沈先生。沈總，剛剛收到消息，林家老夫人已經醒了。什麼？他人在哪兒？就在海城醫院。馬上去！林家誣陷之下，還把他送進懲教所，受盡了欺負，這筆賬該找他們算了。是。白老，您不是不再收徒嗎？為什麼這次要為了一個普通的高中生破例呢？普通？哼，有眼無珠。我曾經見過知夏小姐的一幅畫，她的天賦不在我之下，是百年難遇的奇才啊！也就是她現在在林家沒有名師教導，否則的話，哪能輪得上我有這個機會呢？白老，海城林家。喂，白老，我是許清河，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上次您答應過讓我女兒拜您為師的事兒？您考慮的怎麼樣了？您放心，只要您答應收她為徒，不管什麼樣的條件，您隨便開。啊，是林夫人。好，我馬上過去。聽見了嗎？白老一聽新年要拜他為師，就激動的要趕過來呢。媽，沒關係的，我根本不需要什麼老師，我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的。媽媽知道你喜歡畫畫，待會兒那位白老來了，你也見見。要是你看得順眼，媽媽給你安排。還安排？你以為你是影后啊？還是說他是天才畫家，能被白老看中？
好大的口气！沈之夏就算是全国高考状元，又有金融天赋，可那和绘画也不搭边啊！难道还有绘画天赋不成？白老可是艺术界的活化石，他说的徒弟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錯了，是百萬中挑一才對。像他這種農村出來的孩子，根本入不了白老的法眼。只要我女兒願意，別說區區一個姓白的，就算是天下名師，我也能給他找來。放肆！你什麼身份？白老什麼身份？要是讓白老聽見這些，影響了我們星棉拜師，你擔當得起嗎？擔當？姓白的就算來了，見到我也只有畢恭畢敬的份兒。白老不畏權貴，能讓他畢恭畢敬的，只有在藝術領域有着頂尖天賦的那位天創國際的董事長。你不會想說你是天創國際的董事長吧？媽，你別跟這些人置氣，在我心裡你就是我最好的爸爸。媽媽說過，不會再讓你受委屈的。今天媽媽就讓他們知道，有些人是他們一輩子都惹不起的。給我全面封殺許星棉！我沒聽錯吧？你一個清潔工竟敢說封殺我的女兒？大家都知道，星棉是被天創國際董事長看中的天才畫家。別說是海城，就整個藝術界，誰敢封殺他？知道我最討厭你們這些土包子什麼嗎？就是明明下賤到骨子裡，卻裝出一副很厲害的樣子，一身的窮酸氣，真是惡心死了。真正惡心的是你們。夠了，你跟着他能有什麼前途？他今天能在狀元宴上大放厥詞，以後必將遭到各方的針對。到時候他自己被趕出去不說，還會連累到你。你現在跟他們斷絕關係，就是你最好的機會。只要你簽了這份斷親書，當眾和這窮鬼一家斷絕關係，你就可以重新回到我們身邊，享受我們給你提供的一切資源。我沈之夏就算渴死餓死，也不會接受你們半點資源。而且我不可能跟沈家斷親，我姓沈，就是沈家的女兒。你這個逆女！沈之夏，你真的要跟他們一起毀盡前途嗎？真正毀盡前途的是你們，我敢保證，不出3分鐘，你們就會跪在地上求之夏原諒。你還想拿你那套謊言來嚇唬我們嗎？我可是當紅影後，我人脈眾多，我隨便一個電話就能讓你連大街都掃不成。你不是說要封殺星棉嗎？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啊？你別只會說呀，快點呀，我們都等不及了。既然你們這麼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們，用最快的速度通知全行業，徹底封殺許星棉。不知所謂，丟人現眼。拿下来吧，這是我這半年精心準備的作品，本來想狀元宴後發表，但現在只好提前發布了。諸位，我願意拿它來做慈善拍賣，我倒要看看會不會遭到封殺。許小姐可是要被白老收徒的存在，如果現在能拍下她的畫作，將來一定有巨大的升值空間呀！我出200萬，我出300萬，500万，1000萬，成交！星棉不愧是我的好女兒了，短短幾秒鐘就賺了1000萬。那還不是因為是我培養的，不像你培養的婉瑤，只會抄襲和作弊。沈之夏，你那個農村嗎？不是說要封殺我嗎？怎麼現在我的畫還能賣得出去，而且還能賣出這麼貴的價格？快點來封殺我呀！快呀！那幅畫它明明就是天創國際剛剛發了通告，全行業封殺許星棉。什麼？我女兒可是天才畫家，怎麼可能被封殺？天創公司都發通告了，你們自己看。媽，怎麼会这樣？天創國際真的发通告封殺我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不對，肯定是天創國際對我們有什麼誤會。你放心，媽媽人脈廣，我向他們解釋清楚就好了。喂，劉導，
喂，王姐，哎，怎么，你的人脉不管用了？不可能，那一定是巧合。我可是当红影后，认识那么多达官显贵，不可能没人给我面子，那一定是巧合。如果你不信，我可以连你一起封杀。之夏，媽媽這麼做會不會太過分了？他們畢竟是你的親生父母。不會，這些是他們咎由自取。真是笑話！剛剛那只不過是巧合，你真以為你是什麼大人物啊？真是讓人笑死！那我就成全你。青婉，這種小事還用不着你出手，讓我來替之夏出這口惡氣。好。喂，通知下去，即刻封殺徐清河，我要讓他在娛樂圈无立锥之地。演的還真是像啊！我倒要看看一會兒我能不能接到被封殺的通知。接呀，怎麼不接了？喂，清河，出大事了！你是不是得罪什麼大人物了？怎麼了？还怎麼了？你知不知道，就在剛才，有人下令全行業封殺你。什麼？你參與的所有電影和綜藝都被緊急除名了，而且還要賠償投資方天價違約金。你快想辦法解決吧，不然你的演藝生涯就徹底結束了。媽，你怎麼了？怎麼可能？你先冷靜點，肯定是巧合。一通電話就封殺我，你們肯定不是普通人。你們到底是誰？你們到底是誰？應該是狀元宴的事情鬧大了，影響了投資方，才突然做出這樣的決定。肯定是這樣。沈之夏，你趕緊跟大家解釋清楚，難道真的看媽被封殺嗎？這是他咎由自取的結果。這才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之後的天價違約金，恐怕你們傾家蕩產也賠不起。夠了！你們不過是借着狀元宴的影響力，對我們暫時造成點麻煩罷了。星棉可是天才畫家，以他的影響力，最清晰我們的誤會。你們幾個農村來的土包子，根本沒有實力跟我們鬥。您怕是忘了，您口中的天才畫家已經被全行業封殺了，又有什麼影響力呢？誰敢封殺林家千金？白老，您總算來了，您可一定要給我們好好出口惡氣啊！白老，有人要借着狀元宴的影響力封殺我，還要封殺我女兒。什麼？令千金可是百年難遇的繪畫奇才，誰敢封殺他？都是我不好，沒有保護好我自己的女兒，我受點委屈沒什麼，可是她可是您看中的弟子啊，這不是打您的臉嗎？我告訴你們，令千金是我看中的關門弟子，誰如果欺負他，就是跟我作對。我倒要看看是什麼人吃了雄心豹子膽了。是我，還有我。白老，您怎麼了？哦，沒什麼。沈老和宋夫人來參加知夏小姐的狀元宴沒錯，可他們怎麼會和知夏小姐的親生父母一副水火不容的樣子？這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沈之夏，看到我的影響力了嗎？我現在可是白老看中的天才畫家，馬上就要被他收為關門弟子。你區區一個全國狀元，能動搖我們嗎？你說你是繪畫天才？是的，白老，這就是我跟您說的，我精心培養的女兒許星棉，以後還請您多多指教。白老，你為什麼打我們啊？現在我算是明白了。一個區區有點天賦的跳梁小丑，竟也敢稱自己是天才，哼！你做夢！白老，您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您今天來不是為了我女兒？我這次來根本就不是找許星棉，而是要找沈之夏小姐。什麼？你就是知夏小姐吧？我有幸見過你的畫作。
恕老朽直言，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关门弟子啊？哎，老居然要收沈之夏为关门弟子，这一定是搞錯了。雖然他是高考狀元，可是他沒有繪畫天賦啊，這怎麼能入白老的法眼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沈之夏除了是全國高考狀元和金融天才以外，還是繪畫天才？白老，您是什麼時候看過我的畫作的？哈哈，1年前啊，我來到海城辦事，有幸得到了小姐的一幅畫作。這幅畫，可這幅畫是我丟棄的作品啊。去查一下那女孩的信息。一叶知秋，雖然是你廢棄的畫，但也足以證明你的天賦是百年難遇的天才呀。當時我就想去找你知夏小姐，可是為了不影響你的學習，所以我才等到了今天。知夏小姐，你願做我的關門弟子嗎？知夏，只要是你喜歡的，媽媽都無條件支持你。就算你不喜歡畫畫了，媽媽也可以為你請別的老師。對，一切都按知夏小姐的意思辦，老朽絕不強求。該死的，憑什麼一張畫在作業本上的廢稿就能引起白老的重視？明明我才是天才畫家。我願意。好啊！現在我宣布，即日起，不，就從現在開始，沈之夏就是我的關門弟子。沈之夏這就成為白老的關門弟子了？有白老這層身份，沈之夏如今的身份，連林家人都要仰望了吧？我不服！我明明才是天才畫家，憑什麼選他不選我？是白老，沈之夏他只是成績好一點，但他都是死讀書，怎麼能比得上我精心培養的星年呢？星年才是您的不二之選呀！你們是在質疑我的眼光嗎？不是，我們不敢，我們只是說實話罷了。你的畫我見過，有2種風格，一種是渾然天成，天賦極強，一種是功利心，沒有絲毫的藝術氣息。一個人不可能做出2種風格的畫作。難道說還想讓我說得更明白嗎？我不明白，你就是有私心，你想利用沈之夏全國狀元的身份給自己創聲勢。什麼藝術界的活化石，我看根本就是沽名釣譽。哎呀，放肆！不要再說了，女兒，這可是白老啊！我說的有錯嗎？我就不相信他沈之夏天賦比我高。許新棉，天才畫家的身份背久了，還真當自己是個天才了。你是不是忘了你的那些畫是怎麼來的？你想說什麼？你是不是忘了你這些年所謂的畫根本就是我的作品？什麼？沈之夏，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我當然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了。我說他許星棉這些年所謂的畫根本就是我的作品，包括他剛剛拍出的那幅畫也是我的。難道許星棉和林婉瑤一樣剽竊沈之夏的作品？那豈不是說林家真正的天才只有沈之夏一個？媽，他冤枉我。媽知道你是媽一手培養起來的，怎麼可能剽竊他的作品？他一個農村人，懂什麼叫藝術？沒錯，沈之夏，我承認你的智商和金融天賦，但你怎麼可能還會有如此逆天的繪畫天賦？真要是這樣，那我們林家就是出籠了。我們肯定會精心培養你，又怎麼會讓你被農村人收養？就是，我看你啊，就是污衊人污衊慣了。之前污衊婉瑤把奶奶推下樓，吹成植物人，現在又污衊我們青年拿你的畫，你就這麼嫉妒他們嗎？他們可是你的親姐姐、親妹妹呀。是啊，
我的親姐姐偷走了我的投資計劃，我的親妹妹讓人在懲教所裡欺負我，搶走了我的畫。快點兒！可是有人點暈了你的畫，今天要是畫不出來，就別想吃飯。你血口喷人！就是，證據呢？你一个高考状元，不会不知道指控人是需要證據的吧？徐影后也知道指控人是需要證據的，是嗎？那我當初被送進懲教所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人說需要證據？少混為一談，你本來就品行低劣，還要什麼證據？星棉乖巧懂事，他怎麼可能會指使人搶你的畫？你要是拿不出證據，就是你在污蔑。是啊，那個裡面又沒有監控，你們自然是理直氣壯。而且被送進去的，又不是你的2個寶貝女兒。說了這麼多，還不是沒有證據？那你就是在污蔑我。你必須當着所有人的面給我道歉，還我清白。你還不趕快給你妹妹道歉？我沒有污蔑她，我為什麼要道歉？到現在你還是嘴硬。我看懲教所是管不了你了，必須報警。你就應該得到法律的嚴懲，才能讓你徹底悔過。沈之夏，以為我會像林婉瑤那麼蠢，留着證據讓你抓嗎？你現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看你怎麼辦。之夏沒有證據，我們可有。是時候了，是該讓某些人知道了，欺負我們的乖孫女該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把懲戒所那幾個幫兇帶進來。就是你們傷害我的女兒。和我們沒關係，是徐小姐，是徐小姐指使我們這麼做的。你胡說！我什麼時候指使你們了？你們撒謊！是真的，徐小姐很早就發現沈之夏有繪畫天賦，所以讓我們逼着她，讓她畫畫。要是不聽話，就讓我們打她。而且徐小姐還說，沈之夏是自鄉下來的，就賤命一條，找到的畫畫錢是由我們出資啊。說，你們是怎麼傷害我的女兒的？我們不給他飯吃，他不聽話我們就打他。有一次打狠了，沈之夏在床上1個月沒起來。你們這群畜生！和我們沒關係，是徐小姐指使我們這麼做的，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啊！你胡說！是你跟他們一起串通好來污蔑我的。媽，你相信我，我真的沒有那樣做。我們不要說，我有交易記錄。每從沈之夏那裡拿一幅畫，徐小姐都會給我們10萬塊錢，你們可以查交易記錄的。你不要再說了。徐棉，這些真的是你做的嗎？媽，不是這樣的，不是的，是沈之夏，是沈之夏跟他們一起串通好，過來冤枉我的。我串通的，他們欺負我，不給我飯吃，是我串通的嗎？我被他們打得半個月起不來床，也是我串通的。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夫人，這些是轉賬記錄和小姐被欺負的證據。畜生，一群畜生！這就是你說的不知道？難道這些轉賬記錄也都是假的嗎？徐棉，這些真的是你做的嗎？媽，對不起，我也是想讓你臉上有光啊！我是喜歡畫畫，可是我的畫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直到沈之夏回到我們家，我看到他包裡藏的那些畫。我以為他不知道，所以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拿上一幅，直到他被送去懲教所，我才徹底失去了那些畫的來源，所以才逼他們讓他畫。我的天才畫家女兒，
居然这一切都是假的！真是没想到，许新棉的身份也是假的。真正的天才画家是沈之夏。姐姐剽窃投资计划，妹妹抢走东西，这一家人简直都是冒牌货。沈之夏是全国高考状元，又是金融天才，还是天才画家，这种人中龙凤，人家还这么对他，简直是有眼无珠。之夏，这些败类你打算怎么處置？你怎么做，媽都絕對支持你。他們犯的錯，就讓他們受到法律的懲罰吧，把他們交給警察。還有他，罪魁禍首，一定不能放過他！不要，姐姐，我真的知道錯了，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不要把我交給警察，我的人生就會毀掉的。那你讓人在懲教所裡欺負我，搶走我的畫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的人生會不會被毀掉啊？姐姐，我知道錯了，我承認那件事情是我做的，是我不對，我不是人。姐姐，再這麼說，我也是你的親妹妹啊，再給我一次機會，好嗎？早在我進入林家的第一天開始，我給過你多少機會？從前我忍氣吞聲，我不揭穿你，那是因為我心裡渴望着這份親情，我希望能成為你們的家人。可現在不需要了。所有你們之前奪走我的一切，我今天會親自奪回來。許興棉，你故意教唆他人傷害沈之夏，還搶奪他人作品，涉案金額巨大，跟我們走一道。不要！之夏，興棉他年紀小，不懂事，他跟你鬧着玩呢。你看你這麼懂事，看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份上，就不要再跟他計較了，好不好？之夏，說到底，這都是咱自家人的事兒。而且興棉都已經給你道歉了，你就大度點，當這事沒發生過。以後我們還是一家人。沒發生過？那我手上這些傷呢？能不能當做沒發生過？還有，我身上這些傷是不是也可以當做沒有看到過？之夏，他們竟然這麼對你，這怎麼可能呢？這半年都過去了，就算他們欺負你，可是這些傷怎麼還是這麼明顯？沒錯，這肯定是你自己故意弄的。哪怕真相擺在你們面前，明明知道我就是一個受害者，可你們依舊會偏心你們的兩個寶貝女兒。那你們生我幹什麼？你們生我的意義又在哪裡？之夏，興棉他跟你不一樣，他是我一手帶大的，是我的心頭肉，而你從小就走失了，被農村人收養。你吃點苦沒什麼，你習慣了呀。婉陽雖然撒了謊，但他那也是為了照顧我的面子呀。婉陽心裡脆弱，受不了委屈，你這個當妹妹的應該多體諒她才對呀。所以我活該受欺負，所以我天生犯賤是吧？不是，你這話怎麼能這麼說呢？你也是我們的女兒，我們也心疼你啊。只要你給興棉和婉瑤道個歉，我們就不計前嫌，我們還會愛你的。你們這份愛真讓我感到惡心。警察同志，可以把他們帶走了。沈之夏，你不放過我，那你也別想好過。林婉瑤，你還在這裡怕什麼呆？難道就這樣開心，我們帶走嗎？與其這樣，還不如拉着他一起陪葬。明明你都走丟了，為什麼還要跑回來奪走我們的愛，奪走屬於我的一切？沈之夏，這都是你自找的。我舉報，沈之夏就是害奶奶成為植物人的兇手。你們要抓，連他一起抓好了。一派胡言！同志，之夏是我們從小看着他長大的，我拿我的人格保證，之夏他不可能做這種事。你一個農村人，配談什麼人格？沈之夏就是殺害奶奶的兇手，奶奶到現在還在醫院躺着，不信你們可以去查。奶奶她不是我推的，兇手是你。證據呢？其他事情能拿出證據，這件事你也能拿出證據嗎？行了，既然他不念親情，那我們就沒他這個女兒。我可以作證，是沈之夏喪盡天良，害得奶奶成了植物人。我們當時發現他的時候，他手上還有血呢。沒錯，我也可以證明沈之夏就是殺人兇手。我原本還以為你們只是對我沒有親情，我真沒有想到你們連基本的良知都沒有。你們是非不分，顛倒黑白，你們整個林家就是個無恥的畜生。隨便你怎麼說，
反正我們的身份都是假的，被揭穿了也不會損失什麼。倒是你的身份都是真的，要是被帶進去了，前途盡毀的只有你。全國天才又怎樣？金融天賦是天才画家又怎樣？還不是跟我們一樣一起蹲監獄？沈之夏，你涉嫌故意伤人，请跟我們走一道。誰敢动我女兒？怎麼跟我们口口聲聲說法律，到了你养女这兒就漠视法律了？你還真是雙標啊你！新棉、婉瑤，別怕，有媽媽在，媽媽保證你們在24小時內就能出來。我們林家有的是錢，到時候送你們兩個出國留學，杜曾經回來照樣是人上人，還是我們的好女兒。謝謝爸。至於這個白眼狼，就讓他在監獄裡關幾年好了，這就是他認賊作父的代價。我怕你們沒這個機會了。媽，奶奶，媽，您終於醒了，您來的正好，我們正準備把害你的兇手繩之以法。新棉、婉瑤，快來呀！你們還愣在那幹什麼？奶奶，你怎麼突然醒了？怎麼？難道你還不希望我醒過來嗎？沒有，我們只是太高興了。對，媽，就是這個白眼狼把您推下樓摔成植物人的。之夏，奶奶，你的事情奶奶都知道了，是奶奶讓你受冤枉了。不是的，奶奶，在林家只有您對我最好，所以只要你能醒過來，受再多的委屈都無所謂。你個白眼狼，還好意思說委屈？要不是你，奶奶會成現在這樣嗎？你，媽，你打我幹什麼？沈总也是關心你，你怎么打他呀？別叫我媽！我要不是醒來，我都不知道你們對之夏做了那麼喪盡天良的事兒啊！你們還是他的親生父母嗎？媽，您這話什麼意思啊？你們知道真正害我的兇手是誰嗎？媽，您這話什麼意思啊？難道推你的不是沈之夏？之夏這麼乖，又這麼孝順，回到林家，一心只想得到你們的認可，受了委屈都是往自己肚子裡邊咽，他怎麼可能害我？不是他，那還是誰啊？真正喪心病狂的是你們這兩個寶貝女兒。什麼？媽，您是不是昏迷糊塗了呀？怎么可能做出這種事啊？他們兩個，我清醒着呢，糊塗的是你們兩個。我那天晚上就是被他們兩個畜生推下樓的。嗨，有了沈之夏這份投資計劃書，我金融天才的身份就更能坐實了。想不到這個賤人的繪畫天賦這麼高，拿了這幅畫去比賽，我肯定能拿第1名。原來你們一直在靠偷竊之夏的東西才換來的名聲。走，去找你們爸媽面前把這事說清楚。奶奶，我們才是一家人，那個沈之夏不過是鄉下人養的野孩子而已，這件事情你不說他也不會說的。是啊，奶奶，我們才是一家人，您就當沒看到好不好？你們怎麼能說出這種話？他也是你們的家人吶，你們對得起他嗎？走，跟我去把這事情說清楚。這件事情千萬不能說出去，就說是沈之夏做的。奶奶，這就是你們養的兩個好女兒。我一直以為推奶奶下樓的人是你，我沒想到兇手竟然是你們兩個。婉瑤、星棉，你們這兩個畜生怎麼能幹出這種事？你們怎麼能做出這種事兒呢？你們要是做了，也要給爸爸媽媽說呀。爸爸媽媽不會怪你們的呀。你們說什麼？這兩個畜生的事兒，你們就這說這兩句就不追究了？媽，婉瑤和星棉畢竟不是故意的，您老就別揪着不放了。他們可是您的親孫女啊，難道您還要看着他們進監獄不成嗎？是呀，媽，您都一把年紀了，就不要再跟他們計較了。哼哼，我女兒被冤枉，你們不問真相就把她送进懲教所，現在真相大白，證明你們的女兒才是兇手，你們就輕飄飄一句話就接過去了啊！明明都是你的親生女兒，你們
怎么能這麼偏心？我們自家人都不追究了，你一個外人在這瞎湊什麼熱鬧？沈之夏，管好你這個便宜養父的嘴，不然我們一句話就讓你們全家喝西北風。怎麼？這就揭下自己虛偽的面具，徹底不裝了？之夏別怕，區區一點威脅，我們還不會在意。爸，謝謝你們，但我相信這世間自有公平和正義在。你們的女兒就算有權有勢，犯了法，依舊會得到懲罰。沈之夏，你已經是成年人了，能不能不要這麼幼稚了？你的養父母不知道我們林家的實力，你還不知道嗎？難道真要撕破臉，讓你們徹底走不出狀元宴，你才甘心嗎？區區一個林家，還不配讓我們走不出狀元宴。一個連三流世家都不算的螻蟻，更是連給我舔鞋底的資格都沒有。沈之夏，我本來以為你們才是打肿臉充胖子的高手，沒想到你這個養父比你們更能裝。一個社會底層賣魚的，還在這裡誇什麼海口？我媽可是當紅影後，人脈無數，隨便一個指頭都能碾死你們。他已經被封殺了，是我派人封殺的。不過是借着狀元宴的影響力，給我老婆暫時造成的影響罷了，還真以為是你們幹的？信不信我隨隨便便一個電話就能讓你們從海城徹底消失？恐怕你們這輩子都沒這個機會了。你什麼意思？之夏，今天是你的狀元宴，爸爸送你一份大禮，拿進來。這一份是你老婆偷稅漏稅的證據，這一份是你的科技公司冒領國家補貼的證據。你們兩個只會比你的女兒關得更久。同志，林振東、許清河，你們涉嫌冒領國家補貼和偷稅漏稅，跟我們走一道。這不可能！這麼隱秘的事情，你是怎麼查到的？你們到底是誰？媽，爺爺，你們之前是因為怕影響你學習，所以我們一直隱藏身份。現在也是時候該告訴你了。進來吧，進來吧。沈氏集團全體董事為沈小姐贺號。沈小姐，这是沈氏集团的董事。这沈氏集团可是生意遍布全球的超级霸主，传說一直由沈家家主掌控。你就是沈家家主？之夏，爺爺老了，以後沈氏集團就靠你挑大梁了。咱們沈家資產不多，也就幾百億的流動資金，還有世界各國繁華的幾條商業街。進來吧。天創國際全體元老為沈小姐賀號。沈小姐，天創國際的元老，難怪你能輕易的封殺新年，你就是天創國際的董事長。媽，這還有爸爸呢。進來。銀龍會全體骨幹為沈小姐賀。沈小姐，銀龍會就是那個除惡務盡、全天下罪犯都會害怕的銀龍會。爸，您該不會是銀龍會的教父吧？之夏呀，爸爸不做教父已經很多年嘍。爸爸相信，憑你的智商，以後可以更好的管理銀龍會。完了！老公，怎麼辦？老公，我不想坐牢啊！老公，之夏，爸爸錯了，爸爸不該偏心，你就再給爸爸一次機會吧。之夏，他們那麼愛你，你的話他們一定聽。你求求他們原諒我們，媽媽以後肯定疼你，媽媽只疼你一個。之夏，求你了。沈清，你就是爸爸唯一的女兒，爸爸把所有的愛都給你，你說什麼就是什麼。我曾經渴望得到你們的愛，哪怕是一丁點，可你們呢，好像對我說一句話就是給我的恩賜一樣。沒有，你們的心裡只有許新棉和林婉瑤兩個女兒，而我就像是給你們丟面子的廢物一樣。說話是我之前一直認為是我做的不夠好，
是我不討你们的喜歡，可事實呢，不是這樣的。哪怕真相在你們面前，你們依舊會包容他們，依舊會信任他們。所以，你們的愛是騙的，心是騙的。自從我被你們送進懲教所那天起，我就告訴我自己，我沈之夏不要你們了。我有家人，但我的家人絕不是你們。我的家人是媽媽，是爺爺、爸爸，還有疼愛我的奶奶。同志，犯了法就应該受到懲罰，別管是我的兒子兒媳還是孫女兒，都不例外。請你把他們都帶走吧。之夏，你再給爸爸一次機會吧。之夏，再給爸爸一次機会。之夏，之夏，再給爸爸一次機會。之夏，原諒我呀，之夏。媽，哎，之夏，咱們這麼做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畢竟他們才是你的親生父母啊。爸媽，你們從小辛苦把我養到大，供我上學，教我明辨是非，你們才是我的爸媽。還有爺爺奶奶，從今以後你們才是我的家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才是我的好孙女呢。其實我也有一個身份沒告訴你們啊。這麼些年來，我勤工儉學，投資了一家公司，現在已經上市了啊！這麼厲害！還有我的畫已經送到巴黎去拍賣了。好，現在帶你們去看看我的小金庫。好啊，去走。哎呦！